，U 加边佑希合体，Disney 加韩剧史上最强开播。但同时间，网络上也有人直接说，这剧不过就是两张大脸在走过场，到底谁说的才对？今天直接跟你讲清楚。21世纪大军夫人4月10号在 MBC 跟 Disney 加同步开播，首播就创下 MBC 金土剧史上第3高收视率，到第4集还冲上11.1%，这成绩在现代地上播来说是奇迹也不夸张。如果还没订阅老头 Z 的，先偷偷按一下演算法这东西，不订阅它真的不会把我推给你。好，正式开始。这部剧的世界观很有意思，时空背景是21世纪，但韩国依然保持着君主立宪制。首尔路上跑的是法拉利，王宫里大臣还穿韩服跪地上奏，老百姓在滑 Instagram 追踪王子，王室里还是走封建那套潜规则。这个设定让剧集天生就带着一种荒诞的阶级讽刺，比你想的更有料。女主角程希周优饰演是财界排名第1集团的次女，同时也是美妆品牌 Castle Beauty 的 CEO。她有钱有脑，在商界几乎无人能挡。但问题是，这个社会在背后给她贴了一个她永远撕不掉的标签——平民出身。不管她赚几个亿，在王室眼里她就是个外人，所以她决定反过来，我直接嫁进去，看你们还能说什么？男主角李婉边佑希饰演是现任大军王室次子，公众形象是韩国最受欢迎的王室成员，但私底下他的处境比谁都憋屈。身为次子，他既不是继承人，又没办法脱离王室去过自己的日子。所有人都在看他表演完美，但没有人问他，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？他跟程希周其实是同病相怜，一个被身份困住，一个被出身困住。目前播到第4集，剧情走到2人正式确认婚约，程希周搬进王宫。第3集出现了宫墙接吻这个大爆点，说收视，首播7.8%，第2集就破9.5%，第3集微跌9%，但第4集直接喷到11.1%，全手都圈，甚至达到11.3%。这个走势说明了一件事儿：观众越看越上瘾，而且这个热度没有要退的意思。来说说目前为止最爽的桥段。程希周追李婉完全不走寻常路，不哭不撒娇，带着一种我就是磁铁，你迟早被吸过来的绝对自信。清晨出现在他跑步路线，晚上出现在他吃饭的地方，笑得比他还从容。这份死皮赖脸放在普通人身上大概很烦，但又把他演成了一种斗智斗勇的快感，让人看了直接想拍手。第3集的宫墙接吻这幕我必须特别说，导演把场景设在王宫高墙上，这个选景不是偶然的。高墙本身就是这部剧的核心隐喻，王室是高墙，阶级是高墙，身份限制是高墙。程希周对李婉说：“你的健康比一切都重要。”就在那句话之后，他亲了她，不是因为浪漫，是因为他第一次遇到一个人对他说的不是你应该，而是你可以。这个细节值10分。如果你是李婉，你的整个人生从出生就被排好了，你能去哪儿，能说什么，全部有人帮你规划。你的笑容是表演，连感冒都不能让人知道，因为王室没有弱点。突然有个人跑来说：“我想嫁给你，但只要求一件事，你要真的喜欢我。”这句话在李管的世界里，大概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有人问他：“你想要什么？”说说2位主演，U在这部剧的状态跟之前完全不同。我的大叔是带着伤，这次是带着刀。程希周需要一种强势但不让人讨厌的魅力，U目前撑得住。边佑希的李婉是压抑克制，用眼神说话那种。第4集的公主抱场景，基本上一口气把角色魅力拉到最高点，这对组合目前的化学反应算是交出了及格以上的答卷。但等等，老头 Z 看完4集有一个想法，而且这个想法可能会让你不舒服。这部剧从头到尾其实根本不是在讲爱情。你听我说，21世纪还保留着君主制，财阀次女要嫁进王室才算升格。王子因为不是长子就永远被边缘化，就连婚配对象都要通过派系审核。这部剧把这些包在浪漫糖衣里，让你甜甜的吞下去。但你细想就会发现，每一个阻碍其实都是真实社会里存在的阶级壁垒。程希周跟李婉的爱情只是入口，真正在说的是，在一个高度阶层化的社会里，自由意志还有没有空间？说说让我坐不住的地方。程希周的追人策略，说穿了是利用了一场丑闻，把自己塞进李婉的生活里。剧情上逻辑通，但他很聪明，跟他让李婉真的动心之间是有距离的。目前4集下来，我觉得编剧把他写得太成功主义，感情铺垫的密度反而输了。你不是不爱他，你只是还没理由爱他。然后是演技争议，播出后确实有观众反映，
边佑熙在某些幕的眼神太过固定，表情切换节奏偶尔有点滞。这批评不是没根据的。《泪之女王》里，她的角色有大量外化情绪爆发让她发挥，但李婉是一个必须把所有情绪压在皮下的角色，门槛相对更高。前4集她处理的不算稳，有几幕非常准，有几幕就只是在不笑，而不是在隐忍。老观众看得出这个差别。换个角度，如果你是第一次看韩剧的观众，你打开这部剧，有时候会感觉对话场景的节奏让人觉得他们在等下一个分镜，而不是真的在说话。两个人对视了3秒 ，BGM 进来，然后镜头切到远景。这种拍摄节奏放在 MV 里没问题，但放在每集长达70分钟的剧里，累积起来会让情感的厚度打了折扣。说清楚一点，这不是烂剧的问题，是这部剧的期待值被拉得太高了。当你的阵容是 IU 加边佑熙加朴俊华导演，市场对你的要求就不是及格，是完美。完美不是靠明星填进去的，是靠每一幕的细节积累出来的。目前4集那个细节密度还没有到他们那个咖应该有的水准，最大的风险在后面8集。前4集靠追求这条主线撑着，节奏很集中。但确认关系之后，这剧要同时推进政治阴谋线、闵正佑的三角恋，还有未来皇后尹存郎的布局，这3条线目前都才刚露出头。朴俊华导演的《前作还魂》第2季就是后半段线拉太多没收好，同样的警报现在就在闪了。那谁适合追呢？如果你就是喜欢精致的韩剧感官体验，选角、服装、摄影、配乐全部到位，那你现在就可以开追。前4集的画面品质和场景调度已经值回票价，或者你是 IU 跟边佑熙的粉丝，那没什么好犹豫的。现在打开 Disney+，这部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，甜度够，节奏不拖，舒服。但如果你是那种追剧必须真的相信这2个人在谈恋爱才过瘾的观众，我老实说，目前前4集给我的感觉有时候是他们在配合剧情推进，而不是他们在爱对方。那种心跳感目前打了7折。如果你对这个很敏感，建议等到第6、7集再回来评估，那个时候的情感铺垫应该会更扎实。老头 Z 看完4集的最后判断是这样：这部剧目前的状态是一部潜力非常大，但还没全部兑现的剧，设定野心够大，2个主演有能力把角色撑起来，导演的视觉品味是顶级的，但情感核心目前有个缺口，你能感受到这对组合的吸引力，却还没有真正感受到心动，这个差距是这剧现在最需要弥补的功课。第5集很关键，我在等。第5集的预告显示，程曦周跟李婉的关系要进入下一个阶段，婚约正式对外公布，王室的压力开始全面升级，闵正佑那边的情绪纠葛也要浮出水面了。如果编剧在这个节点把情感密度补上来，这剧有机会在中段爆发。你觉得第5集会是他真正爆红的起点，还是开始走下坡的转折点？留言告诉我，我下周继续追。这部剧最让你困惑的一个问题，李婉是真的在爱程曦周，还是他只是终于找到一个允许他逃跑的人？这2个答案说的是完全不同的故事。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，顺便帮老头 Z 按个订阅。这种每周跟你一起追剧的频道，演算法没办法保证它出现在你的首页，但订阅可以。